这是一座没有希望的海中监狱，凡是进到这里的犯人，只要你有越狱的打算，这里的狱警便会毫不犹豫将你射杀，并且这里有着世上最严格的规矩，如果你想越狱，在没有造成狱警死亡的前提下，第一次被抓回你会被关2年禁闭，第二次则是5年。如果你能从禁闭室中活着出来，那你便会被直接送上所有犯人都不想去到的恶魔岛。在那里虽然没有任何的狱警看守，但悬崖峭壁的恶魔岛本身就是一座你永远也无法逃离的监狱。而在这天，新的一批犯人开始乘船准备前往海中监狱服刑，其中有一个叫做巴比龙的犯人，和大部分重刑犯不同，巴比是被人陷害才进到了监狱，而即将去到监狱的巴比知道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通过正当手段离开监狱。为了自由，他还在船上的时候便开始计划越狱。根据一番打听，巴比得知想要逃离海中监狱就必须要买一艘船，因为只有船才能带他们离开海中监狱，而在监狱里船的价格一般是要几千块，可巴比没有钱。为了能够顺利完成计划，巴比便盯上了这群犯人中最富有的德加。在和一个叫做加林的犯人闲聊时，巴比打听到这德加是个有钱的诈骗犯，可因为他骗了不少钱财，仅仅是这艘船上就有不少人的亲属是受害者，他们有为了报仇的，也有为了剥开德加的肚子看看他到底有多少钱的。所以德加在船上的处境很糟糕，而为了拿到钱越狱，巴比找到了德加，他表示自己可以暂时成为德加的保镖，只要他愿意替自己支付越狱需要的费用。可德加一开始并不同意，因为自己的财富以及外面的妻子，他认为自己很快便会离开监狱。可随着德加的身边出现了死亡事件，为了在眼下活命的德加同意了巴比的请求。德加向巴比约法3章，自己只寻求保护，并不想一起越狱，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联合律师开始上诉了，自己没必要冒这个风险。Thank you. 两人就这样暂时结盟，而就在当天晚上，几个犯人便准备对德加下手，但在他们的身后，巴比早就做好了准备。凭着自己在道上混过几年的经验，巴比就下了德加。虽然他自己受到了些惩罚，但为了能够顺利越狱，他愿意承受这一切。而随着犯人们即将登岸，熟悉这座监狱的加林向巴比和德加介绍了这座小岛上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巴比得知这里还有人头猎人，他们专门抓捕想要越狱的犯人，以此从典狱长那里得到丰厚的报酬。而加林因为是2进宫，并且他犯的是很严重，为了不去到恶魔岛，加林只能借用巴比的刀子割破膝盖，因为只要自己伤得够重，那么他就会进到医院，以此在寻找逃离这里的机会。随着巴比和德加进到监狱，他们在大院听到了典狱长所说的规矩以及后果。等到两人回到牢房，他们找到了一个老油条，通过老油条牵线，他们约定好了准备用2000块去换2份轻松的工作。可就在第2天，正在大通铺中睡觉的犯人们却突然被叫醒起床，他们来到了监狱的行刑大院，因为这名犯人在越狱时误杀了狱警，所以迎接他的只能是断头台的惩罚。而就在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在医院假装受伤的加林逃了出去，狱警则开始了追击。到了下午，巴比和德加两人在老油条的带领下，正准备去领2份轻松的工作。可就在登记之前，监狱的主管却找到了德加。原来这主管的家人也曾是德加诈骗的对象，所以为了照顾一下德加，主管特意安排2人去到了室外工作。巴比和德加就这样开始在室外拉树桩，并且他们还要时不时的徒手去抓被枪击中垂死挣扎的鳄鱼。等到2人好不容易得到了休息的机会，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做克拉的犯人。这克拉为人还比较实在，他的搭档因为被木头穿透了喉咙已经死了。可克拉为了多得到一份饭，他便一直带着尸体回到休息的地方。眼看巴比德加2人也在，他便把那份饭分成了3份平分，并且他还分给了2人自己用来预防疟疾的奎宁药片。而这多了一个朋友，巴比便向他打听关于岛上猎人的事情。克拉想了一下，便告诉2人，这里有一个专门收蓝翅蝴蝶的猎人，因为这种蝴蝶的翅膀可以当做印制美元的染料，所以他们这些犯人也会在狱警的组织下抓这种蝴蝶，然后卖给这个猎人，狱警则会赚取提成。而这便是犯人们几乎唯一能和外人接触的机会。不过这蝴蝶并不好抓，就在2人抓了半天一无所获之后，德加却发现了正在休息的蝴蝶。而随着他慢慢靠近，德加抓住了蓝翅蝴蝶。等到巴比带着蝴蝶找到猎人，他露出了自己胸口的蝴蝶纹身，并且表示自己打算出1000块搭他的船越狱。可这猎人却直接要叫来狱警，而巴比没有办法，只能把价格提到了2000块。好在是这猎人够贪，他支走了纹身赶来的狱警，然后他告诉巴比2000块只是定金，等到1周之后，你来到附近的海边，你还要再支付2000块尾款，否则他便要把巴比越狱的事情告诉典狱长。而为了逃离这里，巴比只能同意了猎人的霸王条款。到了晚上，德加叫醒了巴比，他表示自己也想一起离开，因为如果巴比走了，失去保护的德加根本活不下去。而作为朋友，巴比自然同意带他一个。等到天亮，照常工作的2人被狱警安排要去搬运尸体，可2人却意外发现了加林的尸体。而就当巴比准备叫德加一起抬走尸体的时候，德加忍不住了，因为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尸体。德加在种植田的旁边开始了呕吐，而狱警却认为他是污染了农作物。狱警开始疯狂地殴打德加，不仅踩碎了他的眼睛，还不停地想要继续教训他。而巴比知道德加身子骨有多脆弱，他赶紧上前想要让狱警停下，可是 I'll take care of him, sir.
眼见狱警掏出刀子，芭比只能把热水泼在了他的脸上，并且立刻开始了逃跑。面对身后狱警的追捕，芭比第一时间便跳进了河里。凭着自己优异的水性，她暂时离开了这里。而正在修复眼镜的德加则和克拉聊着天。芭比竟然为了救自己弄伤了狱警。德拉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对自己的人，他只能祈求着芭比活下来。另一边，芭比顺利找到了那个收了钱的猎人，可因为约定的时间还没到，再加上这件事闹大了，猎人出卖了他，芭比就这样被狱警抓住，送到了专门关押越狱犯人的小岛。这里是一个专门为越狱者们建造的禁闭室，因为芭比是初犯，所以这次他的禁闭期是2年。禁闭室是一个单独的露天房间，按照规定，禁闭的犯人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在这个只能走5步的空间内，芭比必须要待够整整2年730天，17520个小时。而每过1个月，犯人们便会把头伸出牢房，由狱警们开始给他们剃头。在这段剃头的时间里，也是犯人们唯一能看到其他人类的时候。虽然难熬，虽然这里的饭菜又少又恶心，但为了自由，为了活下去，芭比下定决心要坚持下来。她开始了运动，开始鼓励自己，并且在这天正准备吃饭的芭比竟然发现了水桶里的半块椰子，而里面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德加写给自己的鼓励。原来是德加担心他撑不过去，特意贿赂了狱警，给芭比的每顿饭都加了半块椰子。而有了好友的帮助，芭比继续坚持着度过这段禁闭的时光。但在这天，照旧等待椰子的芭比却迎来了狱警的审问。原来这里的负责人发现了水桶里的椰子，他生气地质问芭比是谁给他送来的。可芭比怎么能出卖自己的好兄弟？他只能装傻充愣。但负责人并不会就这样放过他。Put him on half rations and screen his cell for 6 months. 芭比得到了惩罚，不仅每天的饭菜减半，而且每天仅剩不多的阳光也被关上。在禁闭室中，它只有一缕的阳光。在无尽的黑暗之中，芭比陷入了梦境。在梦里的沙漠，芭比向法官诉说着自己并没有杀人，自己是被诬陷送进的监狱。可法官却说他有罪。Yours is the most terrible crime a human being can commit. I accuse you of a wasted life. Guilty. 等到芭比清醒过来，因为每天的饭菜不够，为了让自己得到应有的营养，她甚至会把地上的蜈蚣切成几块放进碗里一口喝下。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负责人才拿走了遮挡阳光的挡板。芭比则因为太久没有见过阳光而躲进了角落之中。而饥饿的芭比甚至不会放过牢房中的任何一只虫子。等到负责人再次审问芭比，已经瘦成皮包骨的她还在死撑。在饥饿中，芭比已经撑不下去了，她甚至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而在她发现了自己的牙齿竟然也开始了脱落之后，芭比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用水桶叫来了狱警，在得知还有30天就会结束禁闭之后，芭比让他去把负责人叫来，自己则拿出了德加写给自己的纸条。他真的撑不住了。可就在负责人再次询问芭比是谁给他送椰子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说出德加的名字。芭比只是说着自己可能真的饿糊涂，这才忘记了那个人的名字。等到他忽悠走负责人，芭比吃下了德加的纸条。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之下，芭比陷入了幻境之中。等到他再次恢复意识，禁闭室的负责人已经为他打开了大门。2年的禁闭结束了，芭比坚持了下来。他走出牢房，在走了第6步之后，芭比彻底晕了过去。而另一边的海中监狱里，早已凭借做账的本领成为狱中红人的德加看到了被送回监狱的芭比，看着好兄弟即便是变成了这样也没有出卖自己，德加高兴的就快要哭了出来。随着芭比被送进医院养伤，德加也利用狱中的关系开始给芭比加餐，甚至半年多没吃饱过的芭比还吃到了肉汤。可就在芭比开始恢复身体的时候，他又一次看向了窗外，就在铁栅栏的外面，那象征着自由的大海正在勾引着芭比，他没办法停下脚步。芭比再次开始计划越狱，可德加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让在外面的妻子帮助他重新上诉案件，芭比和自己只要再等3年，就一定能离开监狱。但芭比等不了，他必须要现在离开，而德加自然也会全力帮助最好的兄弟。 Tell me what you want. A boat? I should have known. 并且在这天，听说芭比又要越狱的克拉戳伤了自己的眼睛，进到医院。他想要和芭比一起离开，而且他带来了德加的消息。He's got somebody on the outside who can sell you a boat. If the price is right, when do we run, baby? Talk to that doctor tomorrow. 第2天，正在做 X 光检查的芭比和印度医生谈好了价钱，而有了上次的经验，芭比这次十分的谨慎。You double cross me, I'll kill you. Of course. I would consider that a favor. 在做好了计划之后，芭比又找来了一名医院里的护工犯人。他本来是想用钱收买他，可护工却也想和芭比一起离开。现在计划已经准备充分，只要等到典狱长宴请当地富豪的音乐会开始，他们就可以开始越狱。而在行动之前，芭比本想再劝德加和自己一起走，因为德加的妻子虽然在外面帮他打官司，可这已经过了许多年了。芭比问了德加一个问题 If your wife was here and you were in Paris with all of that money, how much would you pay to get her back? Everything I have. And how much would she pay to get you back?
但德加还是不想冒这个风险，毕竟现在自己的工作也很轻松，手里还有点小权利，他实在是没必要为了越狱去赌上自己的生命。看着德加，芭比并没有强求，而德加则给他准备了计划用的现金以及一张地图。等到音乐会开始，医院中的众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利用时间差逐一击倒了医院四周的看守，而德加则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向。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音乐会上的时候，芭比和护工逃到了围墙下，两人在互相帮助之下爬上了围墙，跳了出去。可这时正准备离开的克拉却被附近的狱警发现了。而就在狱警瞄准了围墙上的芭比之时，眼看兄弟即将遇到威胁的德加立刻抄起一根板凳打晕了狱警。在此之后，他本想趁着没人看见赶紧回去，可医院里的一个犯人却认出了他。没有办法，自知不能回去的德加只能来到了围墙边，在芭比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并且跳了下去。虽然摔伤了小腿，但三人不能停下脚步。他们在狱警们反应过来之前找到了接应，乘坐着小船暂时离开了海中监狱。等到天亮，众人来到了丛林之中，在交付了尾款之后，接应人离开了这里，只给三人留下了一艘小船。可等到芭比上船之后，他这才发现又被骗了，这艘小船已经烂了。而且这时德加因为腿部的伤势也走不动，为了治疗这个伤员，芭比只能先和护工一起把德加的小腿复稳。紧接着芭比便遇到了一位猎人，这位好心的猎人告诉三人，自己在几天前便解决了2名在这艘破船旁等待的猎人。原来这个陷阱他们已经用了很多次了，这群猎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由医生联系犯人赚取现金，再由猎人抓住越狱的犯人去典狱长那里再赚一份。而这大哥因为看不惯这些猎人，所以他决定帮助一下这3个可怜人。到了晚上，大哥把3人送去了一个全是麻风病人的小岛上，在那里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买到一艘好船，但那可是麻风病，这在当时麻风病可是一个最典型的歧视性疾病，麻风病人在正常世界里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而因为护工和德加害怕，他们只能让芭比进到岛上。而随着芭比进到了屋内，看着屋里的几名麻风病人，他很害怕，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了，德加的钱全都留在了监狱里。而芭比进来的原因也只是想试一下，他希望能求到一艘让他们离开这里的小船。可这里的老大并不是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让芭比抽一口自己抽过的雪茄，只要他抽了，那自己便会帮助他们。而芭比并没有犹豫，他接过了老大的雪茄，并且把它放进嘴里，狠狠地嘬了几口。How did you know I have dry leprosy? That it isn't contagious? I didn't. 等到天亮，德加和护工已经坐上了老大给他们准备的船只，而芭比则准备和这里的老大告别。这位麻风病人不仅帮3人规划好了航线，他甚至还给3人准备了一份礼物。面对眼前的恩人，芭比握住了他的手。Goodbye. 随着3人扬帆起航，他们正式踏上了向往自由的道路。但就在3人找到一座小岛，并且成功上岸之后，倒霉的3人组却遇到了押送犯人的警察。Un momento, por favor, señores. ¿Qué quiere, sargento? Papeles de identificación. ¿Quiénes son ustedes? Pescadores. Aquí nuestro amigo es muy... God damn it, we made it. 为了自由，2人只能留下腿部受伤的德加，并且分别进到丛林中开始逃窜。而芭比则遇到了那个被押送的犯人，因为他熟悉这里的地形，芭比便跟着他一起逃命。可这犯人没走多远便被陷阱击中，永远留在了丛林之中。而芭比则一直向前逃跑，随着当地警察雇佣的原住民射中了逃命的芭比，他跳进了河里。等到芭比再次苏醒，幸运的他遇到了当地善良的原住民部落，他们不仅给他进行了医治，甚至还给到了他最好的待遇。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而就在原住民们准备离开之前，芭比给族长的胸口纹上了和自己胸口一样的那只象征着自由的蝴蝶。等到第2天，孤独的芭比看着朋友们离开的踪迹，他发现了族长给自己留下的礼物，这几颗珍珠足以帮助他脱离眼前的险境。可就在芭比好不容易逃脱了边境警察的搜查，来到了一间教堂的时候，由于对宗教十分的信任，芭比向修女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发生的一切。而为了获得自由，他把族长送给自己的所有珍珠都交了出来当做抵押。芭比只希望能在这里休息几日，可还没等芭比休息多久，这里的修女便找来了警察，将芭比抓住，把他再次送回了监狱。 God will watch over you. 5年过后，已经满头白发的芭比再次从禁闭室中出来，他已经练就了铁一般的意志。跟他共同出来的还有那名护工，可护工已经坚持不住了。 而完成了5年禁闭的芭比则被狱警们送上了可怕的恶魔岛，没有守卫，没有牢房，因为恶魔岛天然的地形，狱警们根本不担心有人会从这里出去，因为还没等你游出去，海浪便会把你拍死在峭壁上。而这里的犯人每人都可以拥有一间小屋，这里有农作物，也有畜牧，只不过在岛上的都是些已经发疯的疯子。而芭比幸运的是，他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正在摘菜的德加。等到2人在德加的小屋前正式相见，虽然不希望芭比没有逃出去的德加，还是热情招待了老朋友。自从被送上了恶魔岛，德加便开始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不仅把小屋装饰得很温馨，甚至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而德加这时则告诉了芭比一件事 She married my attorney. Or else he married her. Although actually,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 mean, it all works out to the same thing, don't you think? 可德加的日子虽然过得不错，但时间长了，这里除了疯子之外，根本就没有人和他说话。害怕的德加甚至时常能看到鬼魂的出现。
芭比坐在悬崖边，看着大海的风景，她突然再次坚定了一定要离开的想法。芭比高兴地找到德加，可德加却说自己没钱了，但芭比不在乎，她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找到离开的办法。If I could find a way to get off this island, would you like to come with me? Oh, yes, of course. Get away, Freddy, you know better than that. Get away. 芭比带着德加来到悬崖边，他告诉德加，如果他们把足够数的椰子绑在一起扔下去，浮在海上，只要他们足够幸运，来回浮动的海水一定会把他们送出去，并且附近的大岛离这里只要24英里，只要2天，他们一定能够出去。芭比不在乎成功或者不成功，他只在乎自由。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比监狱中自由多了，虽然他们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但芭比并不想继续就这样作茧自缚。为了自由，他要冲破这层困境，即便头破血流，也要化茧成蝶。在行动之前，芭比先是简单把几个椰子绑在一起，他把这包椰子扔进了海里，可没多久的功夫，这包椰子便被海浪拍到了岸边，而这足以劝说德加放弃本就不敢奢求的自由。可芭比不相信，他不相信命运会困住自己。芭比再次观察了几天，他找到了海浪的规律，只要在第7次浪潮推来的时候跳下去，那他们就一定会离开。可德加这时明显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等到2人准备行动的这天，芭比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就在第4次浪潮来临的时候，德加却告诉了芭比自己内心的想法。I must tell you something. Louis,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I meant to. I'm sorry. I know. 德加放弃了自由，可芭比就算是死，也不想在这座恶魔岛上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不会再犯下虚度时光的罪责了。随着2人在悬崖边互相拥抱告别，等到第7次浪潮来临，芭比毫不犹豫地跳下悬崖。随着他抓住椰子包，德加看着成功离开恶魔岛的好兄弟，发自内心的对他祝福。而此时的芭比已经来到了大海深处，他成功了，巴比龙获得了属于他也属于德加的自由。